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什么样的高血压最危险呢？医生提醒，这3种血压要留意，看看你属于哪一种。李大爷今年59岁了，他平时除了患有高血压以外，别的没有什么疾病。平时没事的时候，李大叔都会坚持服用降压药，所以他的血压控制的都还可以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李大爷打算搬家，在搬家的那天，李大爷特别的忙，这一忙就让李大爷忘记了吃降压药。突然，李大爷出现了剧烈的头疼，不一会就陷入了昏迷。家人看情况不对，于是就赶紧的拨打120，把李大爷送到了医院。到了医院后，医生询问了情况后，就给李大爷开了头颅 CT 的检查。检查结果出来以后，提示脑出血。随后医生告诉患者家人，李大爷脑出血和没有服用降压药有关。李大爷的家人听到医生的说辞后，便问道：不就停服一次降压药吗？怎么就会导致脑出血了呢？医生解释道，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是比较多见的，并且特殊的高血压脑出血的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。李大爷的家人听到医生的解释后，也没有再说什么了。其实高血压的危害是比较大的，特别是那些特殊类型的高血压。为了让大家对高血压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相关的知识。这3种高血压很危险，需要留意。第一种 H 型高血压。同型半胱氨酸是单氨酸和半胱氨酸中间的代谢产物。正常浓度的同型半胱氨酸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物质。对于正常人来说，他们体内的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是低于15微摩尔每升的。如果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大于15微摩尔每升，那就可以诊断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。H 型高血压顾名思义就是指高血压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。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被认为是动脉粥样硬化的高危因素。一些研究发现，人体内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每升高5微摩尔每升，那脑卒中的风险就会增加 1.73 倍。与此同时，高同型半胱氨酸也被证明是多种疾病的高危因素，比如冠心病、老年痴呆、糖尿病、高血压等。客观来说，高血压和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，而这两者结合的 H 型高血压具有更强的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的作用。因此，对于 H 型高血压的患者来说，单纯的控制好血压是不够的，还需要适当补充 B 族维生素。B 族维生素可以促进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谢，能够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。要想补充 B 族维生素，除了口服复合维生素 B， 还可以适当的增加糙米、南瓜、鸡蛋、牛肉、鱼、橘子、橙子等食物的摄入量。第二种隐匿型高血压。隐匿型高血压顾名思义就是指在医院测血压小于140/90毫米汞柱，而在持续性的监测血压或者是自己监测血压的时候，血压又偏高的一种特殊的高血压。隐匿型高血压本身也是有危险性的。研究发现，它比血压控制良好的高血压患者的并发症的风险高 1.5至3倍，其危害性也是不容小觑的。我们平时去医院测量血压，由于测量血压的时间是随机的，有时候并不一定能够发现血压异常。这样的话，隐匿型高血压就容易被忽略。但是，隐匿型高血压的危害却是存在的。对于那些做头颅 CT 没有异常，并且测量血压也在正常范围内，还出现头疼、头晕症状的人，就需要考虑是否患有隐匿性的高血压。对于怀疑患有隐匿性高血压者，可以做动脉血压监测。脉压差偏大的高血压。在临床上，血压是分为收缩压和舒张压的。收缩压也就是大家平时说的高压，而舒张压就是大家平时说的低压。脉压就是指收缩压和舒张压的差值。
脉压的正常值在30到40毫米汞柱之间，如果脉压值超出了这个范围，那就可能会损害肾脏，增加患心力衰竭、主动脉夹层等疾病的风险。脉压差大对心血管有较大的损伤，其实也是比较好理解的。脉压差等于收缩压减舒张压，要想让脉压差增大，那就得增大收缩压或者是降低舒张压，这无疑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他们的血管的弹性是下降的，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收缩压升高，舒张压变小，所以脉压差就会增大。另外，引起脉压差增大的疾病还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、主动脉关闭不全、严重贫血等。如果发现脉压差增大，那就应该积极寻找相关的病因，对应治疗。这种高血压也很危险，告诉你如何防治它。很多老年人都有晨风高血压的情况。晨风高血压不难理解，就是在早晨6点到10点血压升高明显。对于这种情况来说，老年人应该如何的面对和处理呢？首先建议是，所有晨风高血压现象的高血压患者，一定注意口服长效降压药，也就是那种1天吃1次的降压药，因为这样可以有效的平稳的降低血压。如果老年高血压患者晚上或者是凌晨血压较高，可以把降血压药放在晚上吃。如果是早晨或者是上午血压较高，可以把降压药放在血压最高点的前1个小时吃。其次，生活习惯上要有所注意，比如说早晨醒后不要着急起床，在床上缓慢的活动四肢10分钟左右再起床。同时，起床后先别剧烈活动，不要有巨大情绪的波动。晨练时间别太早，尽量推迟晨练的时间。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把锻炼的时间调整至下午或者是晚上。晨风高血压不起眼，但是危害很大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脑梗塞、心肌梗塞都发生在早晨的原因。所以老年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晨风高血压。如何降低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率？要想降低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率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控制血压在理想的范围内。要想控制好血压，除了要按时服用降压药之外，还需要注意清淡饮食，监测血压，保持体重在正常的范围内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戒烟酒，保持乐观心态，坚持运动等。在服用降压药期间，还应该注意定期的复查相关的指标，比如肝功能、肾功能、心肌酶、心脏彩超、眼底检查等。高血压患者长期的服用降压药，有可能会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，进而造成肝肾功能不全。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的不理想，那就可能会损伤肾脏和眼底。如果定期的复查这些指标，那就可以及时的发现问题，把它们扼杀在摇篮里。另外，高血压患者还应该去查一下同型半胱氨酸，如果同型半胱氨酸大于15微摩尔每升，那就考虑口服 B 族的维生素。很多时候单纯的靠食补可能达不到相应的效果，对于这种情况，可以口服 B 族维生素片。在购买 B 族维生素的时候，尽量的买药用的，别买保健品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